好，在展开节目第3节的讨论，这一次川普不演了，他对于格陵兰的渴望是非常显而易见的。面对欧洲拒绝要出售格陵兰呢，他又拿出了他最熟悉的招数，2个字：关税，来逼迫你啊。面对8个欧洲国家有谁？丹麦、瑞典，还有挪威、法国、德国、英国、荷兰、芬兰等等，你们这8个人呢？不满意我这个收购格陵兰是吧？那我对你们2月起课征10%的关税，先意思意思就好。6月起这几个月呢，你们再不掉头认错学乖的话呢，不好意思，我继续上调到25%。之后还有没有更多的招数？我们就看川普他怎么继续再出招，并且他还沾沾自喜的在社群媒体上抛出了这张黑白的照片，他自诩呢是这个关税之王。的确啊，从他这个去年重新上任以来，真的是把关税玩出花样来了。好，那美国的财政部长贝森特也是帮腔啊，说现在的欧洲太软弱了，所以美国有必要接管格陵兰。好，那前白宫的这个高官葛瑞他甚至啊都已经帮川普把2套剧本都已经想好了，一就是你格陵兰直接成为美国的海湾领地吧，像是这个关岛一样；二或者是呢，我让你们独立，但是你之后呢要跟美国签署所谓的这个 COFA 也就是一个自由联合的协定。好，听上去是给你选择，还帮助你这个独立，这不是你们格陵兰人之前也一直在吵的事情吗？这么好，但其实不管你怎么选，最后都是要归美国管。所以请教蔡委员，现在格陵兰呢，除了这个欧洲还有他们这些人民还有政客上街头口头抗议，我们不要美国这个滚回去之类的，他们真的拿川普一点办法没有吗？一点办法都没有，没有办法，因为欧洲自己被那个 JD Vance 公开羞辱，你是欧洲文明自杀崩溃的罪魁祸首，美国才是这个希腊罗马精神文明的提升的国家。哎呀，你看，那欧洲丢脸丢到家了，没有人敢吭声啊。那现在好了，这个北欧4国，丹麦、挪威、瑞典、芬兰，要被课征这么高的关税，只是因为他们反对美国要拿格陵兰。那你其他的这个西欧国家，法国、德国、英国、荷兰能干嘛？你说要叫欧盟起来反击，那其他国家干他什么事啊？其他国家去扯，你说要波兰啊、匈牙利啊、西班牙、意大利啊，他们避而远之，根本懒得管这个事情啊。他们也知道欧洲这些领导阶层啊，包括这个德国啊、法国啊、英国那些领导人根本很软弱，那荷兰更不像话。这些该有领导功能的国家表现都那么差，那么软骨头，川普当然会看不起你啊。那贝森特当然打蛇随棍上。欧洲太软弱，这是个事实。这是个事实。那像乌克兰一样啊，都只是像马克龙只出嘴巴啊，他什么都不做啊，也不出钱，也不出力啊。然后美国有必要接管格陵兰，记错了啦。美国要接管格陵兰跟欧洲没有关系啊，因为川普觉得未来在历史上要留名。你看嘛，他经常赞美麦金利买下阿拉斯加，他赞美门罗买下这个路易斯安那。路易斯安那是整个面积比现在路易斯安那大多啊，比现在路易斯安那州大很多，而且又用军队占领了佛罗里达。这是伟大的美国总统，开疆扩土的美国人。对，我要提醒北京一下，做什么“一带一路”不如增加领土面积，听懂我在讲什么吗？这是个历史上的规律嘛。那贝森特当然会这么想啊，其实大部分美国人都这么想，你可以了解到这个事。那格瑞说法跟我一开始对这个问题的说法一模一样，我说格陵兰不会变成美国一个州，一定变成美国的波多黎各或者美国的帛琉。一定变成这2个模式嘛，那波多黎各就是海外领地嘛，然后 COFA 就是 Compact of Free Association， 这个就是帛琉嘛，不管哪一样都属于美国管的，这不是问题。那这样可以彰显到川普的伟大。现在只是川普要伟大，不能让川普不开心，懂吗？现在整个全世界最大的主轴就不能让川普不开心啊。我觉得其他国家会因为课关税也不敢再声援他们，甚至于德国内部也会觉得我干嘛去嘎这一脚那你说欧盟会不会崩溃？不会啊。北约会不会崩溃？不会，因为都是美国的哈巴狗，它怎么会崩溃？不会的。好，事实上这个欧盟近几年针对很多的议题，确实在跟美国的对抗上都表现得非常的软弱，但其实他们也不是
没有尝试要做过反击哦。大家还记得去年关税战的时候吗？他们也曾经拿出很多要反制美国的方案，只是欧盟自己都没有办法枪口一致对外啊，自己打来打去，为了彼此国家的利益，结果最后呢又是这个集体退缩让利了，说人不是人太好，就是人太傻。好，就连这个华府的智库都已经直接不讳言的直白的讲，到目前为止，感觉唯一能让川普退让的也只有中国而已了。好，欧盟跟中国当然双方有的底气跟筹码是不太一样，那两者跟美国的历史渊源还有这个联盟的关系也不尽相同。但每次只要欧洲跟川普发生矛盾，感觉气势上总是落人家一截，就是好像要这个把脸伸出来让你打巴掌的感觉理由。他们不敢学中国大陆正面硬刚，应该有很多的顾虑。但杨老师，你觉得最关键的点是在哪里？白宫顾问最近写文章说，这个世界已经变成是以权力、实力、武力来统治治理的世界。换言之，其实欧洲过去一直以来就跟着美国后面，还自认为自己是 number two 全世界是没错，它的 GDP 加起来大概有19兆美元哦，跟中国不相上下。英国虽然离开了欧洲但离开了欧盟，但欧洲国家英国、法国也有核子武器啊。问题是欧盟就不是一个国家，而且它建构了很多一层一层的官僚体系，反而使得很多的决策这个缓慢，也没有办法去代表这些主要的国家，主导的还是法国、德国。那现在的领导人又没有像以前的梅克尔一样，所以呢，欧盟现在碰到的问题就是，你跟自己的大哥闹起来了，才发现到其实过去都是靠美国保障他们的安全，维持他们的经济。他们在军事上不足以跟中国、美国、俄罗斯对比，他们在经济上也加起来，但事实上不能够加起来。他们在科技上也没有办法跟现在的美国跟中国去相对比。所以简言之我们现在讲多极体系，美国、中国的2G2 的体系之下，也许再加一个俄罗斯，但欧盟不会成为另外一个极。也就是欧盟现在这次被美国真的打趴打穿。那21号他们就要决定，去年他们跟美国签的贸易协定15%的关税，21号他们决定要不要通过。那我觉得他们这一次为了表现尊严不会通过，但后续敢不敢对美国采取一些反制的措施？比如说调查呀、反胁迫啊，法国已经这么讲，但我觉得他们不敢。你反胁迫调查我，我就针对你。你现在还敢去得罪川普？那丹麦不可能卖掉格陵兰，对，因为跟以前不一样。丹麦曾经在1917年卖了就是维京群岛2500万美元卖给美国，但这次为什么不能卖？因为格陵兰老早已经取得自治的地位，在2009年他们取得了，他们可以举行公投独立，虽然目前是没有这么做，对，所以他不可能卖，因此呢，最好的方式就是格陵兰自己公投，那川普当然大钱撒下去，公投下去，是不是看他们能够独立，或者是加入美国成为欧洲的一部分？那个时候的欧洲就会完全被看穿、被打扁。好，美国的媒体Politico 直接点名了，川普想要格陵兰呢，其实或许除了这个国防的考虑之外呢，也不是要抗中抗俄，而是反而帮了普丁让北约内部的这个裂痕继续扩大。那国际的注意力呢，就会先从乌克兰被转移，欧洲的资源也会因为各种瞧不拢被迫分散。那这谁开心？当然是俄罗斯开心了。那西班牙这个总理也直接表达，如果美国入侵格陵兰，普丁将会是世界上最开心的人离谱的是，这个美国的准冰岛大使更私下放话说，格陵兰之后，冰岛有可能也是我们美国的第52州你这要冰岛人怎么这个情何以堪？格陵兰都还没有吞下去，下一个名单你都帮我写好，未来会不会有53、54州继续这样增加？好，普丁拿格陵兰，川普拿格陵兰，普丁拿乌克兰，这是不是这两大这个大佬他们两位领袖背后有这个默契的阴谋论呢？现在在网络上也是有一些人在讨论。另外，冰岛被点名第52州，美国究竟对这个北大西洋到我们北冰洋之间这块区域的执念，不管是从军事也好，更多是军事层面啦。舰长为什么这么想要这一块地方？其实川普讲来讲去，一切都是稀土，其他都是假的。我们仔细回头看一下委内瑞拉，一开始讲的是什么？讲的是毒品。现在大家还记得这么一件事吗？
完全不是这一件事。那至于刚刚主持人也讲到有关于国防的部分啊，那其实这个就是我们看到每一年这一个美国国防部呈送到这一个美国国会的中国军力报告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格陵兰在这里，他们每一次都用这个图去塑造什么，也就是俄罗斯跟中国大陆的飞弹其实会飞越格陵兰，可是呢，这是用一种地图的诈术，因为他用的是那个投影法，并不是锥形投影法，也就是极圈的部分其实已经变形了。那如果我们从极圈用这种锥形投影来看的话，那格陵兰在这里，请问一下，这个飞弹到底怎么飞都不会飞过格陵兰？真正会飞过格陵兰飞弹的这些国家，也就是挪威啊，那个还有瑞典啊这些国家，那这些国家可能用飞弹来打美国吗？一点机会都没有。那美国最想的是格陵兰，它上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很多的稀土，而且我们每一次在看格陵兰的时候，大家都忘了，就是说我们看到它的中心是白白一片。意思是什么？目前是永冻土，可是我们现在处在一个就是那个气候的急剧变化之中，所以我们讲说未来是不是会发现更多的矿产很难讲，但是其实美国还有另外一个想法，他想要封锁中国大陆，也就是我们看到中国大陆如果从上海出发，然后直接的走这个北方航路的话，也就是靠俄罗斯这一段的话，那如果到了鹿特丹来讲的话，它耗费的是13700公里。可是如果按照现在绕经这个马六甲，又绕印度洋，然后从红海上来的话，其实它的路线是20900公里，所以这一个高低差就出来了，也就是可以节省燃料。那这一个部分呢，是我们如果单纯从中国大陆来看，那如果说我们来看美国的以及加拿大的北方，其实也有所谓的西北航道。那这个西北航道，其实如果我们来比对它的冰封的状况来讲的话，它的整个航路适用呢，其实是低于俄罗斯的这一个北方航路的部分。所以其实它要的格陵兰，也就是确保它这个有关于西北航道的畅通。所以我们看来看去啊，每一次川普第一个讲的理由绝对不是真正的理由，所以国防这个有关于飞弹飞越上空，完全只是唬烂，那只是用错了这一个地图的投影法，让大家误以为这一个是中国以及俄罗斯的威胁。那至于俄罗斯关于冰岛的部分，它还有冰岛跟英国之间的航道可以走，所以对于俄罗斯来讲，这一个有关于格陵兰并没有那么重要。是哇，这个川普背后在想什么都被我们舰长给摸透了。好，待会最后一节讨论呢，我们还有 AI 的话题。现在除了晶片跟记忆体受到这个资金的疯狂追捧之外，还有电力网的布局呢，大家也是不容小觑。待会回来告诉你。地缘政治、内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